结婚当晚，何成告诉我，我们结婚的钱都是借的，包括这买房子和买车的钱都是，一共150万。他要我拿出我妈给我的那20万嫁妆，跟他一起还债。我笑了，拿起衣服离开了这个一天都没住过的新房。我的离婚路漫漫长，合成的瓜越扒越多，越吃越恶心。大家好，开始今天的分享之前，希望你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内容。今天是我跟合成大喜的日子，我在亲朋好友的祝福下，跟合成正式步入了婚姻的殿堂。这本该是幸福难忘的一天，至少在10分钟前都是。10分钟前，送走了亲朋好友的我们，终于回到了属于我们自己的小家。我整个人虚脱地躺在沙发上，心情依旧很激动。合成体贴地拿来一杯温白开给我，他看着我的眼神欲言又止。我以为他是在想我们今晚洞房的事，因为我父母是老师，家风一直很严。交往的1年里，我跟合成做的最过分的举动就是亲吻，而且是亲脸颊。我忍不住轻笑打趣他：放心，我爸不会再拿着棍子追着你满街打了。我们现在是持证上路，合法。他并没有因为我的话放松下来，表情反而更加严肃了。我意识到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拉住他的手关心：阿成，发生什么事了吗？他用力抓紧我的手，生怕我会跑一样。初，其实这次我们结婚，我家借了很多钱，你能先把妈给你的那20万拿出来给我还债吗？他的话说得很诚恳，但表情却很急切。我脑子一下子死机了，缓了好一会儿，我才开口问他：一共借了多少？合成眼神闪躲：150万。150万。我语气提高了不少。给我爸妈的彩礼6万，酒店宴席和拍婚纱照，还有其他杂七杂八的加在一起，最多不会超过20万，剩下的哪去了？我一一列出跟他算账。合成买车和买房子一共花了130万。我看着眼前这个名义上的丈夫，觉得很是陌生。车子和房子以后我们也是要买的，我妈说不如现在一起买了，这样我们也不用再租房子住。你现在每个月工资有15000，加上我3万，只要3年，我们就能把债还清。以后这房子和车子就都是我们的了。我们？哪里有我？车子和房子都是他的婚前财产，而且都是全款买的。现在他却要我陪他一起还债，这如意算盘打得可真够好的。结婚前，我爸就跟我说过，合成这个人不适合我，说他小家子气，而且心眼子多，我嫁给他肯定不会幸福的。当时我觉得合成虽然对别人小气，但是对我大方就行。而且交往1年，他对我一直都是以礼相待，懂分寸。没想到还真的被我爸说中了。不过我还是很感谢他现在就把实情告诉我。我们离婚吧，房子和车子都归你，我净身出户。不给合成反应的时间，我拿起外套离开了这个一天都没有住过的新房。以前一直听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我当时不信，直到现在我身在其中。这哪是爱情的坟墓啊，这明明是人生的地狱。爱情有没有无所谓，但要我的钱，那抱歉，老娘恕不奉陪。毕竟我的人生信条可是，爱情都是虚的，金钱才是王道。可是我还是把合成想得太好了，他们这一家子根本没打算这么简单就放过我。我没敢回家，去了闺蜜陈蓉那里。闺蜜听完我的遭遇，后气地抄起棒球棍就要去找合成。我把她拉住了，我怕陈蓉把她揍到住院，影响我明天离婚，让她后天再去。
第二天，我早早就起了，打扮得美美，准备来个闪离。我给何成打电话：“你准备好了吗？”“准备好的话，我们等会民政局见。”我话还没说完，就被何成打断了。“江云初，我真没想到你居然也是个贪慕虚荣的女人。房子和车子我都给你买了，现在让你陪我吃几年苦，你转身就跑。这债我是因为你才背上的。我告诉你，想要离婚，不可能。”何成一顿阴阳怪气的疯狂输出后，完全不给我反驳的时间，直接把电话挂了。我怔怔地看着手机屏幕。认识1年，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何成的真面目。他这倒打一耙的本事，实在是让我大开眼界，目瞪口呆。结婚前我就跟他说过，房子没有也没关系，我们可以租房住；车子没有也无所谓，我可以坐地铁。这些从来都不是我要求的，怎么现在就变成我的错了？闺蜜带我去找何成，说就算是绑，也要把他绑到民政局。可是来到何成家，等着我们的却是何成的父母。他似乎料到陈荣和我会找上门，故意让他父母在这等我们，自己溜出去了。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陈荣对何成说过，想要让他认同他是我男朋友的这个身份，就必须先要打赢他。陈荣是跆拳道黑带，那次何成被陈荣虐到趴在地上起不来。自此往后，他每次看到陈荣，眼中都带着一丝恐惧。何成的母亲王兰一看到我，面露不悦，语气责怪道：“云初，昨天是你跟阿成新婚的第1天，你怎么能扔下他自己出去外面住呢？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们刚结婚就吵架了呢。”我还没来得及说话，陈荣把我拉到身后，学着王兰的语气阴阳怪气道：“结婚第1天就让自己的老婆把嫁妆拿出来给他还债，婚后还要继续倒贴钱给他，这种人不扔了，难道留着当祖宗供着吗？他配吗？也不怕折寿。”王兰被陈荣的话气到了，指着陈荣的手都是颤抖的，但说出话却中气十足：“你算什么东西？这是他们小2口的事，你管得着吗？而且这房子和车子本来就是他们自己用的，他跟着还点钱怎么了？出去租房不也得花钱吗？那钱给别人就行，给我儿子怎么就不行了？”王兰噼里啪啦一顿输出，都不带停顿的。陈荣被气笑了：“大妈，你们不就是想让云云跟你们一起分他买房子和车子的钱吗？而且还想把房子车子都占为己有，算盘打得挺好的。我告诉你，这钱我们就是捐给福利院也不会给你们1分钱。王兰，这其他女人结婚了都能陪自己丈夫同甘共苦，怎么到了你江云初这里就不行了？”陈荣冷笑一声：“别人结婚都是住别墅，开豪车，没事就拿着老公的卡去购物、做美容，怎么到了你儿子这里就要倒贴钱给他了？”战况越演越烈，我激动地看着2人一来一往的交战，心里庆幸着，幸好陈荣陪我一起来。如果我自己来的话，肯定达不到这种效果。王兰眼看自己吵不过陈荣，开始口不择言：“他有这个命吗？也不看看自己几斤几两，我儿子肯要他，他就该感恩了。”我看到陈荣的拳头紧紧握住，知道他的忍耐已经快到极限了。果然，下一秒他指着王兰的鼻子就骂了起来：“我家云云本就是公主命，哪像你儿子，一个乡下来的穷鬼，一副穷酸样，出去吃顿饭抠抠搜搜的，买不起房子就借钱壮阔，装不了就让老婆跟着还钱，他就是改不了骨子里的那股穷酸样。果然什么样的妈养出什么样的儿子，赶紧给我离了，别在这丢人现眼。”场面太过炸裂，
王兰被骂得一口气差点没背过去。和陈荣认识这么多年，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他，简直是帅惨了。王兰缓了好一会儿后才缓过来，但因为被陈荣对得太惨烈，语言失调，憋了好久才憋出一句话来：离婚？想都别想。陈荣无所谓地笑了笑：行，那咱们就耗着，反正云云也不想再结婚了，你们家以后也别想有后，毕竟婚内出轨可是要被分走很大一笔财产的。说完，他拉着我转身就走了，留下王兰一口气吊在那，久久缓不过来。第一次交涉就这样失败了。陈荣看出我心情有些不好，提出带我去放松一下。可是他的放松方式居然是带我去跳伞和蹦极，这多少让我接受不了。我想拒绝，但是他根本不听，直接一脚把我踹了下去。他玩得不亦乐乎，而我的灵魂已经飘出来一半了。眼看婚假就要结束了，可是何成却一直逼着我，死活不愿意离婚。我向法院提交诉讼离婚，本以为能等到何成答应离婚，没想到等来了他妈。这天，我被前台告知我妈在公司门口闹。我妈是高中化学老师，以我对我妈的了解，她是不可能做出这样的事来的。带着疑问我下了楼，没想到看到的是王兰。这家人还真的是两个极端，一个当缩头乌龟，一个比蛇还要难缠。王兰看到我下来了，一下直接坐在地上，指着我就开始哭着叫骂起来：大家快来评评理啊！就是这个女人跟我儿子结婚不到半个月就吵着要离婚，我们家为了娶她花了100多万，现在她拿着钱就想跑。你们说，这世上哪有像她这样恶毒的人啊？可怜我和她爸爸把养老钱全部都掏出来了，现在让我们两个老家伙怎么办呀？王兰一边哭一边捂心捶地，那模样可怜的就像真的一样。奥斯卡都欠她一座小金人。因为王兰哭得太悲惨，导致围观的人开始指责我的不是。这女人心也太黑了，连老人家的钱也骗。人长得挺好的，怎么会干出这种骗婚的事呢？结婚半个月就套走婆家100多万，真够狠的。我们公司怎么会招这种品行这么差的人？因为王兰属于弱势群体，围观的人都站在她这边。坐在地上的王兰看着我被众人骂，露出了得意的笑容。我也忍不住笑了起来。她不会以为就只有她长了嘴巴。我找保安拿来个大喇叭，又问扫地的阿姨拿来一把椅子。嘿嘿，站在椅子上的我假装清了清喉咙。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在我身上，我拿起喇叭开始了我的反击。各位，按理说这是我的私事，我是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但是他这样给我泼脏水，我忍不了。他说花了100多万确实是真的，但不是给我花的，是他们自己借钱买了车子和房子。而他那儿子在结婚当天让我把我妈给我的20万拿出来给他还债，还让我以后也陪他一起还债。我没同意，因为房子和车子都是他的婚前财产，我没有义务帮他们一起还。至于骗婚，那就更是没有的事了。他当初只给了我爸妈6万块彩礼，但是我爸妈却拿出了18万给房子装修。我现在离婚没有跟他们要1分钱，这就是事情的真相。我希望你们不要因为他是老人就听信他的一面之词，断章取义。我说完后，刚才那些骂我的人都纷纷闭麦了，所有人都不敢再大声议论，害怕等会还会出现反转。王兰压根没想过我会反击，只想着要用道德绑架和舆论攻击我。可惜他打错了算盘，一看苗头不对，王兰从地上爬了起来，嘴里骂骂咧咧了几句，就灰溜溜地走了。
虽然我已经解释清楚了，但是不知道哪个八卦的人把视频上传到了网上。网上和公司里依旧对我议论纷纷，甚至还有人说我就是贪慕虚荣，只想享受，不想付出。我都听笑了，直接对了他们一句：你们这么喜欢付出，那我把这个机会让给你们喽。结果就是他们依旧议论他们的，丝毫不觉得自己有错。几天后，经理找我谈话，说因为我的私事让公司形象受损，我被公司劝退了。离开公司后，我爸妈打电话来让我回家一趟。我知道他们肯定是知道了。果然，我刚踏入家门，就看到我爸坐在客厅，眉头紧锁，用浑厚而严厉的语气质问我：结婚半个月就要离婚，你当婚姻是过家家吗？想结就结，想离就离。我被吓得身体下意识瑟缩了一下。我妈把我拉到沙发坐下，温柔地抚摸着我的手，关心问：小初，是发生什么事了吗？你跟妈妈说说。我妈的关心让我心底有种被保护，想要在她怀里撒娇的感觉。虽然我不想让他们担心，但是不告诉他们的话，他们只会胡思乱想。我把这段时间发生的事都跟他们说了。我爸听完后气的差点没忍住骂人：这臭小子居然敢这样欺负小初，看我不去教训他。我妈拉住我爸：你先别冲动，现在首先要做的是让他跟小初离婚。不得不说，这个家还得是我妈当主心骨，她总是能马上抓住重点。先把他们约出来谈谈吧。我妈朝我抬抬下巴，让我给何成打电话。我连续打了3个过去，他都没接。我暗骂一句，果然是缩头乌龟。没办法，我妈提议上门亲自去找他们。来到何成家，开门的依旧是王兰。他看见是我们，那张尖酸刻薄的嘴脸得意地轻哼一声，就好像在说：怎么样？到头来你们还不是一样要来求我？我妈生在书香世家，待人一直温和有礼，就算是面对王兰这样的人，也没有丢掉骨子里的教养。亲家母，我们可以进去坐下来聊聊吗？王兰的轻蔑地瞥了我们一眼：我跟你们没什么好聊的。这2个孩子要过不下去，想要离婚，总不能这样一直拖着吧？这样对谁都不好。而且这事的确是何成做的过分了。我妈本来就只是就事论事，没想到一扯到何成，王兰就跟疯了一样，开启了护子模式。这是我儿子有什么错？我们买房买车不都是为了你女儿嫁过来有面子，以后过得好一点吗？怎么到头来就成我儿子的错了？你女儿1分钱不出就想坐享其成，世上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跟你说，想要离婚可以，要么让他给我们家生个儿子，要么把买房子和车子借的钱还一半，否则没门。说完，砰一声，用力就把门给关了。都已经听到这里了，记得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吧，制作不易，我们故事继续。我能感受到来自我爸妈身上的怒气，他们活了大半辈子了，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嚣张跋扈、蛮不讲理的人。虽然他们心里很生气，但是他们并没有把自己的心情放在第一位，而是第一时间安抚我：小初，没事的，爸爸妈妈绝对不会答应他们的，我们先回家。看见他们这么大年纪了，还要陪我在这受委屈，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泪水一下没忍住掉了下来。我妈看见我哭了，心疼得不行，轻轻把我抱在怀里：小初，不哭，为了他们哭不值得。我在我妈肩膀摇摇头，抽泣着道：我不是因为他们哭，我是觉得对不起你们，我都这么大了，还害你们陪我受这种气。爸妈，对不起。我爸摸了摸我的头，语气放轻柔了许多。这不怪你，
别人的错咱们不要往自己身上揽。而且你是爸爸妈妈的宝贝，爸爸妈妈愿意为你做任何事，你不用觉得对不起我们。我从来没想过，我只是离个婚，事态居然会发展成现在这样，这已经触碰到了我的底线。伤害我没关系，但是让我父母伤心，绝对不行。我妈让我回家住，我以想要一个人静静当借口，去了陈荣家住，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失业了。他们要是知道了，肯定会更心疼我的。什么？这混蛋居然害你丢了工作？陈荣听到我工作被何成他妈搞没了，气得叉腰在客厅里走来走去。云云，你听我的，等会跟我去他公司堵他。我本来早就想去找何成好好的谈一谈了，所以陈荣一说，我马上就答应了。好，但是你要答应我，绝对不能动手。陈荣眉头一蹙，语气带着一丝警告的意味。云云，你别告诉我你到现在还担心他吧？我白了一眼陈荣，想什么呢？我是不想看到你因为故意伤人被拘留，反正到时你忍着点，别动手。陈荣无所谓的点点头，放心，我有数。我跟陈荣直接来到车库，找到何成的车，准备来个守株待兔。没想到居然让我们发现了何成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云云，你这眼光还真的是……陈荣一言难尽地摇摇头。我保存好刚才拍到的视频，催促陈荣赶紧跟上。别说了，我怕我会吐。赶紧跟上吧，等会人要不见了。车上，我反复地看着那段视频。视频里的何成跟一个50多岁的人一同出了电梯，两人并肩而走。分开的时候，那人对何成露出了个别有深意的笑容，还用手拍了拍何成。只要是谈过恋爱的人都清楚，那人看何成的眼神根本不纯洁。怪不得他当初会选择在结婚那晚跟我坦白借钱的事，原来就是想逼我走，不想碰我。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是吃了个苍蝇，恶心的让我想吐。我们跟着何成的车来到一个高档的山庄，这个山庄是会员制的，不是会员根本进不去。明明只要跟上去，就一定能抓到何成的把柄，我离婚的筹码也就有了。我幽怨地看着门口的保安，对陈荣说道：“走吧。”走？走什么走？陈荣不可置信地惊呼一声。我警惕地看着陈荣，你想干什么？放心，保证不是犯法的事。他拿出手机打了个电话。喂，爸，你有没有玉隐山庄的会员？啊？行，没事没事，我就无聊过来玩玩。放心吧，有空我回去看您老人家。陈荣挂了电话后，一脸神秘对我笑。我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你没事吧？啧，他一把打掉我的手。等着，马上就会有人出来接我们了。果然，不到5分钟，一个穿着正装、戴眼镜的男人一副恭敬地敲了敲车窗。小姐，我是山庄的经理，李凯，让您久。别废话了，赶紧让我们进去。陈荣不耐烦地打断李凯的话。李凯立马陪笑，让保安放行。山庄很大，里面除了吃饭、住宿、温泉，还有很多休闲娱乐的项目。要在这么大的地方找2个人，还真的有点难。陈荣也知道靠我们2个找人是不可能的，立马摇人了。李凯很狗腿的上前：“小姐，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陈荣抢过我的手机，拿出那段视频给李凯看：“帮我找到这2个人。”好的，您先休息一会，我马上回来。李凯拿着我的手机走了。我们没有在大堂里等，因为怕何成看到。贵宾室里，我一脸纠结地打量着陈荣。你爸是这里的 VVIP。陈荣拍了拍我的脑瓜，
满脸得意地说：“这山庄是我家的。”你说什么？我震惊地从椅子上站了起来。陈荣很满意我的反应。怎么样？让你跟我混，你不愿意，现在反悔还来得及。大学4年，他每次一到周末就哭穷，要跟我回家蹭饭吃。我一直以为他家里条件不好，现在他居然告诉我他是个富二代，把这几年蹭饭的钱结一下。我一副铁面无私地伸出手。陈荣嘻嘻一笑，然后把下巴放在我的手上。把我给你怎么样？我扯起嘴角，不怎么样。李凯回来了，小姐，那位是鸿燊建筑集团的项目经理张天成，他今晚会在3104住一晚，现在他正在陪人用餐中。鸿燊集团的项目经理，怪不得只入职了2年的何成能坐上项目组长的位置，原来是靠关系上去的。陈荣问：“他每次都是住3104吗？”李凯拿出平板看，也不是，每次都是随机的，但每次他都会选3楼的客房。陈荣：“那他多久来一次？”李凯：1个星期最少来一次，时间不定。行吧，等会他回房间休息了，你告诉我一声。陈荣对李凯摆摆手，李凯拿着平板走了。云云，那我们也先去吃点东西吧，吃饱喝足才有力气抓奸呐。陈荣朝我挑挑眉，那眉毛激动的都快飞上天去了，连我结婚的时候都没见他这么开心。李凯让人给我们安排了满满一大桌菜，2个人将近20个菜，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不过味道还不赖。在我们快要吃饱的时候，李凯来了。小姐，张天成走了。李凯语气严肃。走了？陈荣看看李凯，又看看我。去哪了？李凯：这个不清楚。陈荣皱起眉头。行吧，下次他要是再来，你马上给我打电话。本来想着马上就能解决了，结果我的心情有些低落。陈荣拍了拍我的背，安慰我：没事，云云，他们下次肯定还会来的。我们已经知道了他们私会的地点，下次肯定能抓到他们的奸情。你说他是不是发现我在跟踪他了？我不确定地问陈荣。噗哈哈哈，陈荣突然大笑起来。我说：云云，你也太瞧得起他了吧？就他那脑子，怎么可能发现我们跟踪他？陈荣的话让我脸色瞬间变得不好了。我小声问他：那被他骗了的我是不是更没脑子？陈荣的笑僵在了脸上，看着有点好笑。嗨嗨，他假装轻咳一声。其实，云云，你这不叫没脑子，你只是单纯而已。说完怕我不信，还认真地对我点点头。在等待下一次机会的时间里，陈荣准备了很多东西。其中最让他得意的是那些各式各样的微型摄像机和录音神器，他准备下次把它们都放到房间里，直接来个现场直播。等了5天，李凯终于来电话了。我们再次来到了玉隐山庄。李凯告诉我们，张天成现正在泡温泉，1时半会不会回房间？陈荣问他拿来房卡，准备实行计划。因为怕陈荣不会放摄像机，暴露了位置，李凯主动说要帮忙。小姐，这会不会太多了？李凯看着那10几个摄像机，面露难色。这多吗？不过精彩的演出必须是全方位、无死角的。虽然，但是好像有点道理。半个小时后，李凯拿着剩下的10个微型摄像机，满脸歉意地走到陈荣面前。小姐，时间来不及了，就只能装这几个。你把剩下的摄像机都留给我，下次只要他一来，我马上让人把整个房间都装满，保证全方位，无死角。
我怎么感觉李凯好像有点被陈荣带坏了呢？难道这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我跟陈荣在 VIP 包间看着那64寸的液晶电视，严阵以待。李凯贴心地帮我们准备了很多好吃的小吃和零食。快10点的时候，张天成终于回房间了。他回到房间，拿出手机就坐在沙发上看那样子，应该是在等何成。过了15分钟左右，何成戴着鸭舌帽和口罩终于出现了。看着电视里一副做贼心虚的何成，陈荣无语道：“难道他不知道这样的打扮反而更加引人注目吗？”这一刻，我也不知道该说他蠢还是聪明好了，但我好像也没有资格评判他。何成一进到房间，张天成就笑得一脸春心荡然，画面有点引人不适。我下意识地把头转到一边。陈荣看了一会儿后，满脸嫌弃地把电视关了。云云，现在他的小命算是握在你的手里了，你打算怎么做？想到终于可以摆脱何成老婆的这个身份，我不由得笑了起来，一股轻松感由里向外充斥着全身。先让他同意离婚，至于其他的，我再一样一样慢慢跟他算。我跟你说，你到时可别心软，他把你害得这么惨，就算你放过他，我也绝对不会放过他的。陈荣眼神微眯，带着警告的意味提醒我。我失声笑了笑，他这是把我当圣母了吗？我还不至于伟大到做出以德报怨的那种事来。放心啦，我保证把他往死里按，让他以后再也不敢抬起头来看人。听到我这样说，陈荣才满意的点点头。我跟陈荣是不想再看那2个不要脸的人了，但这录像必须要有人整理出来。我们不约而同都想到了一个人，李凯。陈荣让李凯明天把录像整理出来发给他，而我则跟陈荣先回家追个偶像剧，洗洗眼。因为没有了烦心事，我一觉无梦，睡得特别香。第二天一大早，陈荣就把我喊了起来：“云云，你猜我听到了什么惊天大卦？”陈荣拿着手机，一脸神秘地在我眼前晃，嘴角都快咧到耳根去了。我打了个哈欠问：“怎么，何成又有新瓜了？”来，我放给你听听。陈荣挽着我到床上坐下，点开一个音频播放。本来还困意很浓的我，在听到音频里的内容后，困意立马就消失了。整个人简直就是鸡皮疙瘩整都出来了。怎么样？陈荣撞了下我的手臂，朝我挑挑眉。我本来以为知道何成这样就已经够炸裂了，没想到他居然还给别人介绍那种生意。他还真的是屡次刷新我的三观。我缓缓闭眼，深吸一口气。一想到当初跟他交往时还牵过手和亲过脸颊，我就恶心想吐。我现在真的宁愿他只是个处心积虑想要骗我钱的奸诈小人，也不想他这样来恶心我。好了，别想了，云云，等会我陪你一起去民政局。陈荣摸摸我的头，安慰我。不过去之前，我们要让何成先看看这些有意思的录像。先别发。陈荣刚要给把影像都发给何成，被我阻止了。陈荣疑惑地看着我，为什么？发停车场的视频就行了，这个我要留着当王炸。我们的云云终于要复仇了。视频刚发出去不到1分钟，何成就打电话来了。我和陈荣看着对方，默契地笑了笑。喂。何成的语气有点急切。江云初，你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自己心里清楚。何成死鸭子嘴硬，我不知道。你敢说你能坐上组长这个位置，私下没有走关系？何成试探地问，你是说我给了我们经理好处？我冷哼一声，难道不是吗？
虽然是很轻的呼吸声，但我能听到何成在听完我说的话后，明显松了一口气。何成，我是靠自己的实力坐上这个位置的，是不是不是你说了算的？我们可以问问你的同事和你的上司。何成，你想要什么？何成上钩了。离婚，半个小时后民政局见。何成，可以，但是你要当着我的面把这条视频删了。没问题。挂了电话后，我松了一口气，看来他是相信我说的话了。陈荣拍拍我的肩膀，可以呀，云云，这招声东击西用得不错。我笑了笑，当然，我就是要让他先放下防备，然后再一击致命，让他尝尝什么是一瞬天堂，一瞬地狱。半个小时后，我终于在民政局门口看到了何成。他一看见我，立马走到我跟前说道：“先把视频删了。”我不着痕迹地后退一步，拉开我和他之间的距离。先把婚离了。何成眼神闪烁，犹豫了几秒，行。今天离婚的人意外的少，不到10分钟，离婚手续就办好了。现在可以删视频了吧？看着何成那急切的模样，我轻笑一声，拿出手机，当着他的面把那个视频删了。看见我终于把视频删了，他脸上的愁容终于消散开去。以后我们不要再联系了。没有了视频的威胁，他明显放松了很多。我看着他，脸上的笑意灿烂无比。当然，何成似乎察觉到我的异常，看着我欲言又止，但最后还是什么都没问就走了。陈荣看着何成离开的背影问我，就这样放他走可以吗？不用我再帮你揍他一顿。我好笑地摇摇头，陈荣的关心总能让我心里暖暖的。我不想让他脏了你的手，而且他也蹦跶不了一会了。陈荣得意地笑了笑，也是。车上，我给何成发了这样一条信息：这是我送你的离婚礼物。发完后，我把他所有的联系方式都拉黑了。然后我把视频分别发给了何成的父母、每日头条新闻的记者和洪深那边。当然，我自己也在贴吧上发了一遍。5分钟后，何成的父母打电话来了，但我没接。我知道他们打电话给我的理由，无非是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儿子会是这样的人，想要从我这里确认这视频是我为了报复他们而弄的假视频而已。可惜，这一切都是真的。10分钟后，一条洪深项目经理组织卖歪的新闻爆了，直接占据了各大新闻网站的头条，引发了全网热议。没有意外的话，我的复仇应该是成功了。我终于结束了这一段可笑婚姻。陈荣笑得很开心，脸上都快要开出花来了。云云，跟我去云城吧。我们云城不仅风景好，美食多，关键帅哥贼多，而且都是钢铁大直男。到时我给你介绍几个185的帅哥，怎么样？看着他拼命推销云城的好，我无奈地笑笑。自从毕业后，他就一直想要我跟他一起去云城。本来前段时间消停了一会，没想到现在他又提了起来。不过这次我有点心动了。好啊。看见我答应了，陈荣瞪着大大的眼睛，不敢相信地看着我。真的吗？我憋着笑，认真地点头，真的。不是为了离开这个让我难堪的城市，而是想亲自去看看陈荣口中这个一直让他引以为傲的云城到底是个怎样的城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故事，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吐槽的，欢迎在下方评论交流，也更希望能给人间烟火点个订阅，我将会分享更多优质的故事内容。